交世间知己，有网络同好，记摩安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记。咱们这一期呢，不做评测，也不做报告，咱们来聊一聊我近期完成的一款全喷涂作品，也就是去年双11福袋开出来的这一台 MG 的百事坏。去年的福袋开箱以后呢，我们也就做了这一款百事坏的评测。在那一期里呢，我便跟同好们说过我要喷涂这一款百事坏，但也就是在那一期的留言中，有同好询问我的配色喷涂方案。当时呢，我的脑海中第一个冒出来的方案就是黑金。因此呢，我也就给那位同好留言了这个方案。而过年期间呢，我也确实按这个方案把这款百事坏给喷涂完成了。在此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第一个全喷涂作品的一些心得体会。其实在这之前呢，我是玩笔涂和喷罐的，比如呢这款洛特坦克和这个旧换的 RX-79J 的陆战高达，就是用 AV 手涂漆完成的。而这部原石呢和卡本的 ZZ 就是用喷罐完成的。但是去年国庆期间，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心血来潮就是想入喷坑了，于是我便买了这款喵酱的手持泵，加上同品牌的喵酱的 0.3 的喷笔。当然之后呢，也入手了这款优速达的 S150，作为补土专用和大面上色用喷笔。说真的啊，喷笔这玩意儿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虽然是 0.5 的喷笔，但是在同一个泵的搭配下，明显细腻度比喵酱的 0.3 的喷笔要好太多太多了。在这里呢，给同好们一个建议，如果资金允许，上贵的准没错。其实我一上来呢，并没有直接去喷这一台百事坏，而是先用喷笔和喷罐结合喷涂了这一款阿纪的海牛。当然呢，也在闲暇时间用这个究极的预调漆啊，喷了这个 SDCS 的绿扎古，喷成了白色和灰色的配色。我还觉得还挺好看，就当练手了。由于究极的漆和田宫的喷罐呢，都属于油性漆，而我家里其实没有什么喷涂条件，也没有买喷涂箱，于是呢，只能回到老家的院子里边老老实实做喷涂了。当然呢，这也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防尘。因此呢，在海牛的银色分件和百事坏的金色骨架方面，同好们能看到一些漆面不均匀的情况。当然呢，这也是由于我第一次喷涂经验不足的因素存在嘛。但其实最终呢，还是要考虑在封闭环境下作业的，毕竟总回老家也确实太麻烦了。但是呢，在喷涂箱没有购买的情况下，我只能考虑漆的毒性问题。最终呢，我找到的解决方案就是德森派勒的喷涂系列，没别的，最主要就是低毒性戳中了我的痛点。这样就终于可以在家里的厕所靠着通风开窗并戴口罩进行安心的喷涂了。在这里呢，还是要正经的说一句，有条件的同好们还是要使用带有抽风或者水帘的喷涂箱。虽然说德森派勒相对于油性漆和珐琅漆来说毒性已经非常小了，但是毕竟还会产生飞沫和颗粒，因此同好们不要学我，口罩、通风、抽风都是十分必要的。之后呢，我便在网上看了很多喷坑的朋友发的技术帖，我也就慢慢对德森派勒的这一款漆有了一些了解。先说说漆的方面的我的一些心得吧。我使用的是 95% 的酒精，按照1:1到1:3来稀释的，不同的颜色稀释比例是不同的，最主要的是看漆的颜色。个人建议啊，深色的漆的稀释比例可以稍微大一些，比如1:2或者1:3来稀释，而浅色的漆大部分使用1:1稀释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如果浅色的漆的稀释比例过大，颜色的覆盖和挂漆方面就会比较麻烦。如果还是不明白的话呢，我总结了一张稀释表，希望可以让使用德森派勒喷涂系列的同好们有一些参考，可以最终呢按照自己的实际的喷涂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稀释。接下来呢就是找一些废弃的件来进行试喷涂了，如果要是试喷涂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补土了。而在这里呢，我也想给笔涂转喷涂的同好们避一个坑。我之前玩笔涂的时候呢，补土不需要全部覆盖到零件，只需要散喷到零件表面即可，可以不用做到全覆盖。但是转到喷涂上面呢，我就觉得不一样了。喷涂需要将补土全部且均匀覆盖到模型表面，至少德森派勒的这个喷涂系列是不能进行补土薄喷的，不然覆盖力非常差。这也是我犯了错误之后才意识到的，在这里给大家避坑。补土喷涂完成之后呢，就开始准备颜色的喷涂了。深灰色的外骨架方面呢，我采用的是说明书上所给出的颜色比例，加入了5%的紫色调和而成的。这样的话，使得灰色没有那么过于死板，而是偏了一些冷色调，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而这个外甲灰色中调和所使用到的黑色，我也用云铁黑代替了说明书上所使用的黑色。当然呢，我也是看到这个云铁黑里边有金属粉颗粒，才决定用它的。因此呢，同好们可以看到，在深灰色的这个外甲漆面上是有一点点金属漆面效果的。
金色方面呢，我使用的是2种，一种是骨架上通喷的这种金色，采用的是究极的香槟金。当然喷完以后啊，我看着这可比香槟金发色黄多了，这是上火了吗？而外甲上分色所采用的这个金色，我采用的是德森派勒的深百氏金，这个发色我觉得比究极的金色饱和度稍微低一些，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黑色呢就是采用了最基本的消光黑，这个没什么可说的。既然一开始想做黑金，那么干脆在分色上面我就摒弃了原设定中所有的白色和银色，将其全部转换成了金色，并且呢，在深灰色和黑色漆面完全干透之后呢，我又做了细节上的分色处理，比如说小臂外甲和后面稳定翼的一些细小的地方，都做了这种金色的分色处理。当然，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也确实没有让我太失望，整体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呢，当时应该把颜色分得再细致一些就好了。比如灰色部分再分出一个色阶，这样呢灰度上面就看得更加丰富和更加有层次了。武器方面呢，我采用的是究极的骨架色和德森派勒的枪铁2种颜色，但最终成品发现这2个颜色的色差并不大，因此呢，我觉得这里的分色我是比较失败的。在喷漆后水贴和渗线方面呢，我有一些心得和经验需要分享一下。在这里呢，喷坑的大佬不要嘲笑啊，因为我毕竟是个小白。首先呢是渗线。由于擦出渗线的溶剂我一直使用的是 Zippo 油，因此当时我心里还是有一些忐忑的，最主要呢是怕破坏漆面。但是在尝试之后呢，我发现德森派勒的水晶漆在完全干透之后， Zippo 油是不会对它造成什么大伤害的。但在这里呢，同好们还是要注意，渗线擦出一定要等漆面完全干透之后，至少也要等喷漆之后48小时晾晒之后再去做渗线和擦除。在这里呢，烤漆的玩家可以忽略这一条。水贴方面呢，如果使用本身自带的这个水贴呢，那么肯定就要用到水贴胶和水贴软化剂了。在这里呢，我使用的也是大家经常使用的这个俊士的小蓝盖和小绿盖，但在这里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敲黑板划重点了啊！背胶小蓝盖对于漆面的腐蚀性相对还好，如果量不大且不用力的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水贴软化剂，也就是这个小绿盖，对于漆面是有强腐蚀性的，不然呢就会出现像我这样灾难性的后果，最终只能打掉漆面重新喷涂。最后就是保护漆了啊！由于小蓝盖所导致的灾难呢，我便没有再敢使用手中任何的俊士或者油性、水性的保护漆，而是专门购买了德森派勒自己的保护漆。最起码呢，同品牌的东西在油漆属性上是不会出问题的。深灰色部分呢，我采用的是半消光；黑色部分我采用的是消光处理。由于整个骨架所采用的是究极的玉条漆所喷涂的，因此呢，我就没有对其进行保护处理。但是究极漆的漆面牢固度还是可以的，毕竟是油性漆嘛。不过在这里呢，还是要建议同好们要喷保护漆，不喷保护漆，出现什么宇宙毁灭、地球爆炸这样的后果，自行负责。在所有喷涂都结束之后呢，我又晾晒了72个小时才开始组装零件，而且呢，德森派勒的漆面牢固度还确实是可圈可点的，虽然没有油性漆那么牢固，但是小刮小蹭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对这款百事坏的改色和喷涂的一些心得体会，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完成。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可以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技，不知道怎么归类，我是 D，我们下次再见。